这张图其中有两个比较难处理的点啊，一个是它是一个平光，没有明确的体积，就很难去处理，让它这个有体积感。那这个问题呢也体现在画面里了。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抬起的手臂，而且还是腋窝正冲着咱们，那这块的结构就更难去分析。我们现阶段的这个内容进程来讲，这块的难度有点太大了，就是超纲了的意思，就不太适合来画。如果是课程里面的作业不够画，自己找图呢也要找尽量和这个课程里面内容比较相近的。一个是动态不要太大，不要让自己面临这种特别难解决的这种结构。然后再一个呢，就是找光影比较清楚的，比较好去塑造的。然后来说一下形啊，这个箭头稍微小了一些，这一侧的轮廓鼓出来了，这里面收回来，这块呢大概是这样。如果去画它的体积，像这种光影特别弱的，可以用刻面。可以多用一些这种网格线，可以通过更多的网格线来交代它表面的起伏，这样的话也会有体积感。让大家看一下这个骨骼上端，胸腔上端的这个圆面画有点太大，比它的脖子稍微细一点，或者跟它脖子差不多。然后它的肩胛骨画的有点太大，而且呢，这个动作肩胛骨应该不是这个角度的，关节鱼大概在这个位置。肱骨头在这里，这边的肱骨头有点太小了，而且它的肩胛骨也没有到那儿。然后肌肉的话，这个几个肌肉的附着点都脱离了肱骨了啊！你这个肱骨画在这儿，然后这几个肌肉结束在这儿，它就不对。这个肌肉最终结束的地方是肱骨，你像大圆肌啊、背阔肌啊，还有这个胸大肌啊，我把这个肱骨的位置调整过来，比如说在这儿，肱骨在这儿，那么它的这个大圆肌也应该往这个方向上走，背阔肌呢一起过来。胸大肌也是过来，然后在它们之间这里有一块会肱肌，然后会肱肌呢这一端的连接在会突上，所以说这个地方非常难去分析。如果说对人体掌握的不是特别深的情况下，坚决不要画这种。这个画的还是比较不错的啊，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。这个结构标注的也可以，然后在腋下这里呢有点问题啊。首先是肱二头肌，肱二头肌肌腹鼓出来的位置画的有点太靠近胸大肌了，上面这一个应该再往上挪一点，然后这边的这个应该再往外一点，大概它们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关系。这是肱二头肌的肌腹，这里呢应该是会肱肌，在它的下面出来一个三角形的这样的一个肌肉，只是露出来的这个部分成一个三角形。然后再从它的下边穿出来的肌肉，它往背后走，这个是大圆肌，上面这是大圆肌，然后这里是背阔肌，这边同样也是，这里出来的是大圆肌，结构基本还好啊，也是这个腰腹部这里啊，交代一下正面和侧面的分解，把这个强调一下，要不然这里呢感觉平，就像我们画一个方体的时候，也会去着重去强调这种大面的转折，这是正面，这是侧面，这两个面之间的转折强调出来，体积才能出来，这是一点。然后手臂的比例，这两个胳膊呢都画细了。它这里这个大圆肌还是比较清楚的，大圆肌和背阔肌指点的肌腱挨得比较近，上面这块就是大圆肌，下面就是背阔肌，然后露出一点肩三角肌，
这边呢都是胸大肌。下面这两个手臂不太协调，右边的话粗了，左边的话细了。会弓肌、大圆肌、背阔肌。我来看一下这张，这是昨天作业改的，改过以后没啥问题，还可以。这边是肱二头肌，这边是肱三头肌，它俩之间的腋下这里是会弓肌，然后大圆肌和背阔肌指点都是穿到这个会弓肌下面去的。这边露出来一点点肩三角肌，这里的形是这样，然后下面的这个，像这种角度呢，这一侧的结构它不容易看清楚，就要和这边的相对照着去看。左右对称的结构一定都是一样的，就找它们哪里和哪里能对应得上，这样的话就好理解了。不要画这里就只看这里，也不要只盯着照片去看，两边左右同时对照着去看，相同的结构左右对标，然后观察体表的这些起伏，去思考里边是什么结构。这个造型画的非常不错，效果很好。然后在形上面注意一下，这个臀部的形状画的有点瘪了，有点小。它这种圆骨的感觉，浑圆的这种造型特征还是不够强烈，抓的不够准确。大型没什么问题，一定要把这些自然的造型特征抓准。然后骨骼这个基本上问题不大啊，胸腔这个问题不大。然后注意骨盆的角度，骨盆不是这个角度的。先看一下哪侧高哪侧低，是不是近处的这侧低，远处的那侧高？因为能看到远处的这一侧臀部，还有这一侧的这个大腿上去的这个腹股沟。那么明显它的骨盆是这样的角度。近处低远处高啊，把这个角度找错了。肌肉的这个腋下这里怎么有点看不懂呢？大圆肌和背阔肌应该被再拽上去一些，然后这里出来的是会弓肌，会弓肌上面这边才是肱二头肌，这边是肱三头肌。基本上呢还好啊，脖子的长度给大家交代清楚。第二张图，这个肩胛骨画小了，在图片中啊，这一块是它的大圆肌，上下肌和小圆肌在这儿，这是大圆肌，然后这里呢是包过来的背阔肌，在这儿和这儿有两条鼓出来的肌肉，竖脊肌。如果是在画肩胸部这块啊，下面这个部分不用画，这个背部的下半部分不用画。这个肩三角肌应该再往外挪一些，手臂。形要注意，要注意这个结构的合理性。大圆肌要往手臂的前面去，手臂的轮廓要从小圆肌和大圆肌之间穿出来。很多问题都出在大圆肌这里啊，要把这个地方再巩固一下。